我想我非常感谢我们天下杂志哈，我们今天2位共同主办单位哈。那我们的叶执行长还有吴执行长，以及今天与会的嘉宾、与会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连续2天呢，我想在天下杂志还有天下学习当中不只是在人才的培育方面还有永续的这个发展方面都在努力当中。那云林县呢是一个农业大县，那我想这个农业大县一直以来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农业大县会有一个传统的思维认为它就是一个固步自封或是一个老化的一个县市。但是我想这几年来，我们针对联合国永续发展 SDGs 在这当中我们其实也相当努力所以呢，我非常佩服我们天下杂志在天下企业当中他们针对人才的培育，其实有更高瞻远瞩的这样的一个愿景规划所以呢，他们也说了一句话：没有人才就没有永续的企业跟国家。所以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认同所以我想农业也一样要有人才。如果没有青年农民愿意返乡的话，那我想我们在所有的这个粮食安全上面是会产生很大的疑虑的所以呢，我想非常难得了在各方面工商竞争的同时，大家会思考到农业，也让我有很多的机会来介绍云林县那云林县呢我想除了是一个农业大县之外，我也要翻转大家对于这个农业大县的一个想法。你们知道我拥有全亚洲最大的石化区，也就是台塑企业，每年上缴中央400-500亿，我在全国的税收当中，我是前10大那甚至呢我们知道最大的这个制鞋工厂在哪里？Nike 的制鞋工厂也在云林，最大的轮胎工厂在哪里？也在云林这个建大那甚至我也要跟大家报告，现在一个农业从我们6级产业化，从1级的生产、2级的加工到3级的行销，那甚至我们在讲永续环境的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农业废弃物、渔业废弃物现在已经不再叫做废弃物，它已经成为一个附属的资产。所以各位看到我这一身打扮那我这一身打扮呢是有故事可以讲的。我身上所穿的就是我们的保特瓶抽丝以后，它的聚酯纤维跟我们牡蛎壳磨成粉以后，透过高温的一个加工，它变成一个奈米化。所以呢，不只是保特瓶抽丝以后跟我们的这个奈米化的牡蛎壳粉结合起来变成海毛纱。那海毛纱制成了我这身穿的这个外套就是了包括我这个就职周年所穿的林国基这个大师帮我设计的衣服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永续再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废弃物，但是呢它变成一个可以这个冬暖夏凉甚至有抗 UV。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衣服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做以上的报告。那当然，我想农业如果没有结合智慧科技，如何省时省力省工，如何吸引更多的青年农民返乡？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在整个农业如何让我们科技化，让我们跟 AI 智慧的一个结合。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报告的一个地方那我想呢今天的大概是我的主题，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农业大县如何翻转大家对于这个农业大县的这个印象所以我在去年一整年总共拿到国内外的奖项超过155座奖项那所以呢，我想整个的团队已经越来越成熟，而且在这当中的合纵连横，让每一个跨局处可以通力合作，而不是一个局处的单打独斗所以我想我们拿到了奖项，我非常感谢天下杂志天下杂志是公平的，是公开的，是透明的因为呢在去年的一场角逐当中呢当然啦，如果在看起来好像都拿4个奖项，但是呢这当中4个奖项当中，我拿了2大首奖，2个优选那当然还有一个城市，它是也拿到4大奖项，但是它只有1个首奖，3个优选所以我特别要讲这个在整个竞争当中呢云林县可以脱颖而出，在2023年天下杂志的这个城市治理当中拿到卓越奖全国总冠军了这也应该掌声吧
好。那我想这些奖项是得来不易包括我们拿到了政府服务奖那如果要细数这些奖项的话，可能要讲很久但是呢，我当中特别要讲的，我刚刚讲的这个天下杂志城市治理计划当中这个首奖社会服务奖，社会服务奖当中尤其现在刚刚我听到的是我们在针对道安的部分透过 AI 智慧，各位知道现在A1 事故是30天内死亡的。如果30天内在整个救治的黄金时段以前是24小时死亡，但是呢，如果是30天内，所以你当时的救护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天下杂志有深入去探讨云林县为什么这段时间在医消联防守护者联盟。医消就是医院跟消防局所以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在黄金时段透过 AI、透过5G 的连线，所以不只是我们救护车上面有12导程的心电图机，还有电动超音波，有没有内出血，还有电动骨针。强心剂一打甚至我们在氧气以及二氧化碳的侦测。我想这个部分都是让我们把这样的数据传送到后送的医院，让医院做好黄金时段的一个准备。这个病人来到我的医院，到底我是要进行绕道手术，或是紧急开刀？我想这个就是抢救。所以呢，我们在一开始我想云林县的欧卡个案能够存活的。以前大概只有7%到前年已经来到21.74%，到现在已经来到23.1%了所以我想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服务奖由云林县拿到首奖，我觉得我才会说。天下杂志是公开透明的，是公平的好，那当然这当中可以各位看到我们在永续的这个议题上面永续行动奖，我们第3届我们拿到这么多的奖项那荣获5金2银4铜也是全国第1名甚至在第16届的台湾企业永续奖这当中我们拿到什么？我们拿到气候变迁的一个领袖奖，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我在109年在透过我们县务会议成立 SDGs 在云林，110年就针对整个云林县政府23个局处，我们的自我检视报告 VLR 的一个自我检视报告，111年就已经所有透过我们这个。中英文对照上传到国际上面所以我想在这个气候变迁，我们也成立气候变迁专案办公室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拿到全国唯一的一个气候领袖奖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国家永续发展奖不只是政府类，还有企业类，还有教育类，我们连续拿到3大奖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当然，云林县呢是一个高龄化，而且是一个少子化的一个县市所以呢，我们在台湾健康城市以及有向高龄，从109年开始，连续到去年囊获了7大奖项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实际、脚踏实地的在做了那我们得到这些奖项，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大家的努力那当然呢，我想这个就刚出炉的那3月19号呢，我们在国发会所举办的我们这个智慧城市以及近邻城市。双城市的一个论坛上面那我们拿到创新应用奖那我想这也是得来不易的那当然呢，我想以人为本来创造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新模式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一个目标那甚至呢，我们在整个 Smart 21整个达到全球21个这个大智慧的城市。那同时我们进入Top 7我们跟其他20个县市来竞争角逐那我们希望也能够拿到好成绩。那云林县呢，我想不只是透过智慧科技让台湾看见甚至也是首次登上这个国际的舞台。我想这个就是云林县在这段时间推动智慧城市的努力被看见那也被肯定。我想这个我们团队也是相当努力所以讲到这个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奖项。但是我想今天的主题在于我们这个农业如何翻新，如何智慧化。所以我们在整个农业如何跟产业结合，如何跟智慧科技结合，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规划那当然呢，我想云林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云林县呢以着1心2着3业。
一心呢，我们当然是以交通便利，还有行政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所以呢，在我们斗六、斗南还有虎尾，就是我们一个20乡镇的一个核心了哈。那当然呢，我们二左是哪个左呢？就是农业左以及工商左哈。那还有3业就农业、工商业还有观光业。因为呢，现在在食农教育当中，我们要有一些农事的体验啊，甚至我们透过我们云林县这个宗教大县，我们如何让乡客转游客，游客变常客，如何提升我们观光的量能哈？所以各位如果有注意到我们交通部观光这个署哈，它所统计的今年度应该去年度在10大的这观光景点当中人数最多，而且在前10大，云林县就占了2大哈，一个就是武德宫超过830万人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朝天宫，最近白沙屯妈祖来到朝天宫进香，朝天宫也超过780万哈，那所以呢，一整年来，去年云林县观光人次来到1973万8千人哈，我想这个有别于6都以外的15个县市，应该观光人次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哈，那也能够突破，甚至呢，各位还知道，在住房率，尤其是在过年期间的住房率，其他地方都不到4成，但是云林县突破7成的住房率我想这个部分也让大家知道说，云林县在一个农业大县积极在往这个观光的路上，因为呢，我一直都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医护人员所以呢我觉得以前都说云林县是很无聊而且很不好玩，所以云林县是一个文化沙漠，但是我们怎么样翻转大家对我们的印象所以我想不只是在观光各方面的量能提升再加上呢，我们在整个农产业，我们大概有以几个着带，不只是农业再生以及农业生技的包括我们创生研习以及冷链物流这些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在规划的一个方向那再来就是我们社大了有7个这个整个的生活圈我想这个部分我就没有细数因为时间的关系那还有就是云林县呢，我想我们也要透过冷链物流，让我们所有农产品的这个寿命能够延长所以冷链物流的一个空间的规划，包括我们云林县呢我想在我上任之前，大概只有农业休闲区只有2处，后续增加了林内水武休闲农业区、华山休闲农业区，还有石壁休闲农业区。那这个石壁我特别要跟大家报告在我们在讲净零减碳的同时呢，各位可能没有发现到全台湾有516公顷梦中竹的地方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草岭石壁。那这个地方呢，不只释放出芬多精、负离子、雪松醇甚至我们跟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合作，不只做过天然资源的调查，还做过人体试验所以呢，这里是每立方公分超过18440个负离子。我想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精准疗愈的基地所以这个地方也要跟大家报告那当然呢，我们农业的一个专业区了还有未来的产业园区，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报告那当然，云林县这个农业大县，号称我们是全国所有农业产值高达到890亿，那这当中不只是农业、畜产业，还有渔业那我想呢这是实至名归了因为大家都非常努力那当然呢，我们在以农业为核心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有一些发展的一个愿景跟蓝图那当然呢，我们有我们所谓的农产业的这个核心那我们有几个核心，包括我们农牧友善的核心、杂粮创新经济核心，还有冷链物流的促销核心，以及果品产销6级化的核心，包括我们渔业产销6级化的这个核心我想我们大概都在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走那当然呢，我想我们一直在讲智慧科技，你知道一级的生产面对极端气候的变化，不只是这个面对台风或是面对大雨那就一个小犬台风没有带来雨，但是呢光一个风就会让我们所有农产品的授粉产生了改变。如果没有授粉，哪来结果所以我想有很多人大概没有面临到农业这个实际的一个体验。也许你们在工商业、在服务业上面，你对于农业是陌生的。但是我想，我透过今天的一个简单的表述，让你知道，其实农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当然要结合智慧科技，我们在109年就跟我们虎尾科技大学那成立了我们智慧农业大学。那这个智慧农业大学呢，不只是在基础的知识，
因为我常常讲，农业其实就像一个博士，无论它的土壤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气候的变化，包括水质哈，你也不能过多水，也不能缺水哈。所以呢，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时事哈，每天面临气候的变迁，你要随时因应跟做改变。那现在面对极端气候的时候，哪一个农作物的生产作业期要不要做一个调试？所以我简单举个例哈。那我们现在极端气候的情况下，你们知道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吃的文旦，对不对？但是啊，前年哈面临到过热了，过于早熟，所以台南的文旦来不及啊，中秋节采收。它要提前采收了哈，那云林县哈，当然在这个整个的轨道上面哈因为这个气候的变迁，所以呢我们还好。但是呢，我想未来在这个极端气候的变迁下，可能中秋节以后吃的就不是文旦了，对不对？可能就有不同的这个作物产生了哈。所以我想智慧农业大学，我们到现在毕业的这个人次也将近400位哈，甚至呢我们结合实务的经验，还有结合一些理论，跟结合现在的物联网哈，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哈。那再来呢，我要跟大家报告，我想气候的变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跟中央交通部哈，那气候署呢来签订 MOU， 因为我们有农业有渔业。所以，如何防灾减灾，如何能够预知气候的变迁，甚至呢，渔民要出海，如果假设预知到再来就会有大风浪，会有像去年的天文潮，哇，这个天文潮一来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抗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马上禁止我们的渔民出海哈？我想这个气候变迁，在我们现在跟我们中央气象署的一个合作呢，我们能够先前了解哈。所以我想这个 MOU 签的是非常的密切的一个结合。那再来呢，我想云林县哈，我们避免什么？你们都知道这个农业大县呢，其实呢，我们种植的面积超过全台湾90%以上的，大概花生、蒜头、高丽菜哈。那这些呢，我们当然避免往内互打。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透过大数据，也许农民认为我只有种1公顷啊，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啊？6个月以后，哇，蒜头种了超过5000公顷哈，那5000公顷就会产销失衡，就会往内互打。甚至凤梨要种多久？你们知道吗？比怀孕还要久，要18个月。18个月，如果18个月以后你发现，哎呀，我的凤梨卖不出去了，我要去倒在水沟旁边。所以你从媒体里面看到，农民会血本无归啊，而且欲哭无泪哈。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农业数位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从种植的种类、种植的面积，我们产生预警机制，产生这个保护楼地板哈。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在数位平台里面所规划，包括市场的行情，以及呢现在我们的气候变迁，你从这个地方都可以了解哈。那我想呢刚刚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科技，但是呢我们真正做到包括我们的这个智慧渔业，你可以看到智慧渔业以前1公顷的这个鱼池，现在45坪就可以同样的这个渔获量，而且超过45倍，甚至节省水超过50%。而且我透过这个手机 APP 呢，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水里面的温度，我现在要不要打水散热甚至我要知道里面有没有缺氧，它的含氧浓度多少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强项那还有呢，这个是整个我们在智慧畜产。你们知道禽流感透过飞禽它的大便就可以造成整个禽流感所有细菌的感染。所以现在这是非开放性的一个禽舍，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智慧农业当中我们拿到非常棒的一个创新奖它是一个向天歌了那当然了屋顶上种的是我们的绿能就太阳能板那当然了，我们在里面的温度湿度我们都可以控制，甚至呢透过热的感应，我们知道这一群鸭啦鹅啦在里面有没有因为温度过高而细菌传染，会不会因为密度过于紧密所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拿到经济部返乡归故里现在我们的远熏农场，它是离地耕种，
而且有别于以往说啊地层下陷不能耕种哈，现在有很多都可以克服啊，离地耕种用培植土又不会有轮作障碍。所以我想有很多啊，在面临现在的极端气候的情况下哈，还有面临到我们现在地层下陷、易淹水、不利耕种，我不希望中央啦是用一个低地利或用一个这样不能耕种的方式来把你定为啊，它就是要种太阳能板，而是要有积极的作为，帮我们农民来做农水路了哈，甚至有积极作为，了解现在其实可以透过离地耕种、培植土、淋水哈、热水淋浴，让细菌减少哈。那我们这个远区农场，现在你在全联哈，所有的小黄瓜大概都是他们供应的哈。那甚至呢哈，咖啡也可以啊用智慧咖啡豆哈，嘿，不是用人种的，今麦用电脑种的啦哈，嘿，我想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哈。那再来呢，我想讲的这些啊，不止智慧农业、智慧渔业，包括智慧畜产。最重要要什么？要打出自己的品牌。云林县这几年打出了我们云林良品这个品牌，国内超过5000个行销点哈。那国外呢，我们也卖到哈整个啊我们的新加坡哦，卖到新加坡，卖到 NTUC， 卖到我们所有不只是全联、全家还有便利超商哈，那还有很多的啊这些百货公司，大圆百、星光三月、微风港场都有我们的啊这些行销的点。那当然呢，我们也克服冷链的技术。你们知道，如果蔬菜没有马上预冷系统进入到冷链系统的话，光这样的一个温度，它的菜可能啊这个可能卖相就会很差，就可能枯萎了哈。那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冷链技术从我们田里到预冷系统，在这个冷链里面理货包装，透过海运。比较有竞争力，到新加坡的 NTUC 的超市，我们到那边我们的蔬菜还是非常新鲜的哈。所以我想现在如何结合这个冷链技术哈？那我想呢，今天也是讲到哈整个的永续。那各位知道哈，是全球化的问题啊，少子化、高龄化，生不如死啊。云林县也是啊，每年大概校长之间要到3500人到4000人哈。所以呢，我想。这也是国安的问题了哈，增产报国，增加生育率。因为呢，我提出了2年6亿的万宝龙计划。因为只要出生以后，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包括所有从育儿到国小、国中端到未来的人才培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马上就有人才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这1、2年，因为龙年大概大家的这个欲望会比较高了哈。龙年小龙年，我们编了6亿要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青年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有这个激励的哈。那甚至呢，我们在这个媒合了哈，不止人事处、行政处包括公务人员的这个搭起友情的桥梁，我已经办了好几次了哈。那所以现在在云林县政府大概有超过10对以上10对以上，而且生小孩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我想也是人才培育的非常重要的哈。那还有就是我们擘画了9大产业园区，我告诉各位要农工商科技城，就是我们现在努力的目标。如果我一直走在一个农业的部分，我想我们还是面临到家户所得非常低，所以呢，我才会说我要脱离贫穷。为什么？因为呢，放眼所有全台湾除了6都以外，它的家户所得平均全国平均在140万。那云林县在我上任107年的时候是88万我努力到111年有提升了15万8，现在来到104万但是呢，跟全国平均还是很大的差距。但是6都以外15县市当中，首推的就是新竹县、新竹市。他们来到180万甚至可支配支出也相当的高所以呢，我在想唯有引进高科技的产业，才能够让我们农工商并进，所有的风险分担不只是要从农，也有从工从商，甚至所有的创业也能够回归到云林县来所以我想我擘画了整个产业园区，现在这些产业园区都在行政程序，而且如火如荼，在整个进入到我们县都委员会了所以不是只有空口无凭画一个蓝图给大家那我想呢，创造机会才是让我们人才回归非常重要那当然呢，我想我们要打造一个全台湾唯一单一地主，最没有困扰甚至避免这个所有的企业，无论是几年以后它扩厂又要迁厂，我想我们
可以有1600公顷的这样的一个台糖的一个基地，那用水用电无虞甚至人才我拥有2所工业科技的大学，云科大、虎科大那甚至呢，我在去年11月27号到日本熊本去看它的台积电那当然呢，我也带着云科大本身半导体培育人才的一个计划那现在大概也已经搭起这样的桥梁。今年6月呢，大概日本就有很多的这些高中职的毕业生就会加入我们这个半导体的学程的行列那所以我想，我们不只是要给愿景，也要给机会。那当然最重要是一个政府部门呢，它必须要有非常棒的一个规划那我想我在上一个任期叫做云林上场，云林让全台湾看见云林，不要再认为云林县是一个没落的地方，是一个老化的地方。我们要提升我们云林人的一个尊荣感，甚至呢，这个届次我们叫做加速前进，因为这是一个责任。我们知道任期大概就是剩下2年多了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种树的人为云林的下一代播下一个希望的种子，让云林真正能够脱胎换骨，也能够脱离贫穷我想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那我再一次的感谢天下杂志给我机会，因为一般以来大概农业大县不会看见大概都请6都了或是呢一些大企业但是呢，我感谢天下杂志昨天也让我来讲呢整个农业的人才如何能够继续培训、继续延伸那今天我就真正的把我们的农业跟智慧科技如何有这样的一个应用创新的计划，跟大家做以上的报告。那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云林，谢谢。